远看石头大，近看大石头。好事！好事！此时堪比千古绝唱！我操，这个大石头也叫诗？这他妈的小学写的也比他好吧？好诗！好诗！大明湖，明湖大。大明湖里有荷花，荷花上面有蛤蟆。是王师兄的成名绝技大明湖！天哪，竟然连蛤蟆这等上古凶物都具现出来了！这一战龙争虎斗啊！一戳一蹦的杀！妙啊！人蛙合一，闪避与刺杀的完美结合。这他妈的是在修仙？这简直就是两个文化沙漠在用打油诗互殴啊！师兄，那是一戳一蹦的，这他妈不是顺口溜吗？住口！你懂个屁！真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！万年前天火灭世，文道断层，先贤诗集付之一炬。如今写诗，重的是那一缕天地万物的本源轮廓。王师兄的大明湖剖析了水分子的聚集与植物的生长，这已经是触及大道本源的物象具现了。你懂个屁！你一个连文位都没有，每次考核都交白卷的废物！哼，懂什么叫文道易经吗？还生态循环，求你们别过度解读了。不过，我已经彻底的认清这个世界了。赵猛胜，晋级下一轮。第97组，楚渊对战李四。轮到这个废物了！听说他日均3年，连一句完整的顺口溜都写不出来，每次都弃权。我脑子里可是装着华夏5000年的完整文化图谱啊，不就是写诗吗？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顾师弟，师兄我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，这样吧，只要你现在当众认输，大喊3声我是不学无术的废物，师兄今天就放你一马，如何？请，废话少说，出招吧！大风刮呀刮！大树摇呀摇！来了，是李四师兄的杀招！树枝断下来，砸死你丫的！精妙，实在是太精妙了！你们看那一嘴砸死你丫的，虽然用词极其朴素，但却带着一股无可违逆的因果律。李四师兄对物理重力与风力加速度的理解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此子颇具诗才呀！如果学别人去搬山弄水，或者写什么宏大场面，恐怕诗还没念完，自己就先被才气反噬给吸干了。不过对付这种垃圾，一缕才气足够了。碧玉妆成一树高。这是什么？柳树？碧玉装成一树高，他居然把一棵普通的柳树比作碧玉。不是柳树有什么用？那软趴趴的玩意儿能挡得住李四师兄的千金枯木吗？你这样画个破柳树出来，是准备给本少爷上吊用吗？给我砸碎它！万条
垂下绿丝绦。什么？被挡住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还没完呢。日细叶，谁裁出？2月春风似剪刀。凝聚如幻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晋升统圣了！在这个世界，击败对手只能吸收1成消散财气，但楚渊不同，他写出的是传世之作《咏柳》。楚渊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刚才用那首古怪的诗是什么？竟然吞噬了李斯整整10成的财气，这等掠夺之法，在宗门里无异于邪魔歪道。你想怎样？识相的，就把你刚才那首史诗的修炼法门，还有你身上能吞噬10成财气的秘密交出来，否则我立刻向执法堂告发你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滚！好，很好，给脸不要脸，那你今天就彻底飞在这里吧！正愁没有经验包，多来几个人，我的修为绝对能突飞猛进。刚刚写出咏柳看似轻松，实则已经将我体内新生的财气消耗得七七八八。李斯的财气虽被强行夺取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炼化，此时我体内的财气所剩无几。我现在的状态，如果再强行使用类似咏柳这种视觉效果夸张、破坏力强大的诗词，恐怕还没念完，自己就会先因为财气枯竭而昏厥过去。接下来的战斗绝对不能硬拼，必须取巧，要用最少的财气，发挥出最强、最诡异的效果。表弟，你上！看我的吧，哥！慢着，长老，弟子赵岩质疑楚渊刚才的作弊行为。他一个连文气都没凝聚的废物，怎么可能突然写出这等异象惊人的诗词？而且他刚才击败李斯后，李斯的财气竟然10成10的消失了。我怀疑他修炼了某种吞噬同门财气的邪功，或者是动用了某种见不得光的魔门法宝。对啊，10成财气全没了，这太不合理了。平时大比赢了也只能吸收1成消散的财气，剩下的都会归还天地，他怎么可能全部赢？吴青峰长老其实也看出了端倪，但先前探查楚渊体内，并未发现任何魔气或邪功的痕迹。赵岩，执法堂自有公论，你休得在此胡言乱语。长老，弟子并非胡言乱语。楚渊，你若想证明清白，便接我一战，我以秀才文位挑战你。你若不敢，或者被我打出原形，就乖乖去执法堂认罪。这便是拒绝我的代价。在秀才绝对的财气压客面前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财气消耗大半，李斯的还没炼化。若强行使用咏柳，我必先昏厥过去，绝不能硬拼，必须取巧，以最少财气发挥出最诡异的效果。既然你想自取其辱，那便来吧。狂妄！烈火冲天啊！烧你头发，烧你皮，烧得你呀直喊娘！天哪，是赵岩师兄的烈火哥，这温度足足有上千度。木生火，我若再用咏柳，必死无疑。但是水能克火，它沟通识海为苗，刹那间，石圣雕像微微亮起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。我需要的是能将有限财气发挥出极致消遣之力的雨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这是求雨诗，这雨中竟然蕴含着如此纯净的生机水之法则。楚渊，你没戏戏了吧？这么小的毛毛雨也想浇灭我的烈火狂虎，给我烧！楚渊的财气果然不够了，这雨太小了，根本挡不住。我偏要雨少，雨大消耗变大，而雨小才是此事的精髓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可能！我的火呢？我的火去哪儿了？随风潜入，润物无声。这是概念消解，无声消融修为，自乃传天下之神作。哇！我的修为！青色如冠，秀才闻味，成。赵某，你表弟似乎不太中用，现在你还想去执法庭告发我吗？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一瞬间就吸干了秀才的全部才气。刚才若是我上去，传世诗词，还有能强行掠夺10成才气的法门，若能搜魂夺来，老夫突破指日可待了。那可是不行。长老，弟子楚渊请求更改比赛规则。楚渊，你想改什么规则？回大长老，弟子觉得1对1淘汰赛太浪费时间了。既然师兄们都不服气，加上刚才某人骂我是废物，那就凑个整，我要打10个。疯了！楚渊彻底疯了！1敌10，对方全都是老牌秀才啊！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才气绝对不是儿戏，你可知1打10意味着什么？你的才气根本不足以支撑。长老放心，我好不容易才激怒了10人，万一等会儿一个个的打，有人上台就投降怎么办？这10个可都是我的经验包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弟子既然开口，却有把握。好，既然你有这般气魄，本座就成全你。你若能胜出，就封为本派的预备圣子。蠢货，自己找死！10名秀才联手，你就算再写出传世之诗也挡不住。等你死到临头，看你交不交出传承。10个秀才，刚好做我晋升的养料。楚渊，这是你自己作死！10人手拿大刀枪，狂风吹动战旗扬。今日送你见阎王，看你楚渊亡不亡！对付你们这些平赞不通的残次品，最纯粹的诗文碾压就够。赵克、曼无影、吴钩、双雪平。这到底是什么诗词意象？别慌，他强撑不了多久，大家一起上，砸碎他的白马！为什么我们的烈火巨刃还没靠近就被他的剑气冻结了？阴安照白马，飒踏入如星，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巨人，他突破了！天哪，他居然在战斗中同时将10名同阶的残余才气吞噬得干干净净。这是高维度意境对低维度打油诗的绝对碾压，比我们所有人写的都更接近文道真意。赵师兄，多谢你们10位送的经验包，下次如果还想来找茬，记得多带点人。10个真的不够我升下一级的。你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诗词？写诗啊，你们没写过吗？放屁！大家都是写诗化形，凭什么你的诗能凝聚出活生生的白马侠客？凭什么还能抢夺别人的才气？这不公平啊！没文化真可怕。这是侠客行，凝聚的是千古诗仙的无双剑意。算了，
跟你们解释，你们也不懂。数次而敢，老夫今日必替宗门清理门户。老狗，等的就是你出手。王兄，你越界了。外门大比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十人联手围攻已是不公，你身为内门长老，难道还要当众对一个后辈出手，丢尽我凌霄书院的脸面？是想让我凌霄书院抬不起头吗？大长老教训的是老夫一时爱徒心切，失态了。此战外门弟子楚渊胜。一挑10，全胜，不仅赢了，还强行突破到了半步巨人，这还是人吗？以前谁说他是废物的？站出来，老子保证不打死他！侠客凝聚的白马侠客虽然杀伤力恐怖，但对财气的消耗实在太惊人了。刚才要不是有赵猛那10个经验包在关键时刻回血，我根本撑不到白马侠客挥出第2剑。接下来的决赛，对手是外门第一天骄铃兰。听说他已经摸到了意境显形的门槛，写出的诗词巨仙物几近真实。光靠侠客信这种大招不够了，必须找一个在食物链上绝对克制他的东西。他最擅长的是一首描写羚羊的诗，能剧演出风结灵，一种极其敏捷，善于在悬崖峭壁间跃动，且自带风属性速度加持的异手。白马侠客虽强，但面对这种急速腾挪的猎物，一旦被拖入拉锯战，我的财气根本撑不住。所以对付羚羊，还得用最专业的食肉猛兽，不需要体型遮天蔽日，只要保持完美的肌肉与爆发力。这一次不追求范围，而追求精准狠。你们说，今天谁会赢？废话，肯定是林兰师兄，他可是半步泼墨境的修为。那可不一定。楚渊昨天的白马侠客那一剑，我看着都腿软。哼，面对极速，那白马侠客不过是个活靶子。楚渊，你的那些旁门左道，到此为止了。今天我会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文道天骄。大家时间都很宝贵，我还要赶回去吃早饭呢。裁判，赶紧开始吧。狂妄！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决赛开始，楚渊对战林兰。4只蹄子跑得快，跑起路来像阵风。长长双脚头上站，一下戳你个大窟窿！不愧是林师兄，这首会风结灵诗用词虽然朴实无华，但最后那句戳大窟窿，简直将杀伐之意和穿透力推到了极致。你看那只风结灵，速度快到肉眼根本无法捕捉。林师兄已经半步踏入进世的意境显形了。楚渊，在绝对的速度与撕裂感面前，你那些愚笨的招式，连我的风结灵一根毛都摸不到。你这个口水歌念的确实挺快，不过你是不是对自然界的食物链有什么误解？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戳死他！今天给你上一课，什么叫
百兽之王，身披斑罗金甲衣，河点王字镇百川，笑风一声山月落，群兽匍匐尽胆寒。这不可能！我的风剑灵怎么会动弹不得？本届外门选拔正式结束，第1名楚渊晋升内门，赐圣子预备役令牌。内门想必会有更多品质更高的经验包在等着吧？听说了吗？外门出了个怪胎，靠着血食野兽拿了个圣子预备役的头衔。哼，一个投机取巧的废物罢了。等他到了内门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道底蕴。等明天他来内门报道，咱们就给他准备一份大礼，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哟，这不是我们那位靠着血食野兽大出风头的外门第一吗？听说你用一首描写斑斓猛虎的诗，生生吓碎了铃兰的风结灵师。哼，外门那些废物没见过世面，被你那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唬住了。到了内门，我们修的可是意境风骨，我劝你还是收起你那套杂耍，夹着尾巴做人。就是，圣子预备签的名额何等珍贵，宗门每3年才出一个。你一个外门刚爬上来的泥腿子，凭什么和我们平起平坐？1、2、3，整整12个。这位师兄怎么称呼？内门李轩。原来是李师兄。既然各位师兄觉得我这个圣子预备器名不副实，那不如咱们按书院的规矩来，武斗文士，胜者为尊。新晋弟子楚渊，请各位师兄赐教。好胆！一个刚进内门的新人，居然敢主动向我们挑战！你以为这里还是外门那个任你铺的小水沟吗？等一下，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。既然你们12个人都不服气，那就别一个一个排队浪费时间了。规矩照旧，你们12个一起上吧。狂妄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既然他急着求废，哥几个成全他，动手！我有一把大砍刀，刀刃锋利亮晃晃，一刀砍去头落地，鲜血喷得3丈高。大刀杀敌师，现！火球红红像太阳，烧焦屁股烤出香，烈火教元师，去！小飞镖，纵飞，扎在身上一大堆。12个举人的合击确实有些分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那尊大家伙强撵过去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这是什么水系化兽？怎么可能这么大？水木无垠，鱼。连跑都跑不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境？该我了，北冥百尾，扫平他们。
李师兄，多谢款待。下次如果还想教我内门的规矩，记得多叫点人。12个，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。12人便能连升2级，内门500多弟子若能全部切磋一遍，正好可以办一场奇葩诗词展会。3天疯狂切磋，修为稳入婆魔境后期。出师弟，你的狂妄到此为止。今日我等15人联手布下4项合击阵，便要教你明白何为真正的文道风骨，何为真正的意境之美。陈师兄威武！不都是陈飞如圣之子，便以得文道真意呀。唉，陈师兄，大话谁都会说。既然你们摆好了阵势，就赶紧吟诗显圣吧。我赶时间回去吃午饭。冥顽不灵。还要吟诗啊！每次吟诗前提入定3息，据说是为了与天地产生共鸣。此等心境，我等望尘莫及。诸位同门，随我口授天听，具现4项伪神。龙头大又大！天哪，好诗！第一句便直奔主题。虎身胖又胖，鸟翅飞上天，龟壳防得妙，4项合一，当真妙不可言。给我阵仗！绝世神作，当真是绝世神作啊！防得妙与妙不可言首尾呼应，这已经触碰到了写心境的巅峰门槛啊！龙头大又大，虎身胖又胖，还防得妙。我的天，你们管这玩意儿叫4项？鲁迅听了都得从棺材里爬出来给你们2巴掌。数字狂妄，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等神作！4项之神，给我把他拍成肉泥！罢了，既然你们喜欢玩吟诗显圣，那今日小爷就教教你们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千古名篇。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。什么？这第一句竟然能直接压制我等合击阵法的防御核心！腾蛇乘帽，诸位土灰，神龟、腾蛇皆有尽时。老饑福利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这是什么神物？好磅礴的意志！我的伪神在颤抖。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；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你们这些靠堆砌废话拼出来的伪神，连终有一死都算不上，不过是插标卖首之徒，在真正不灭的壮士面前，给我踏碎！进士后期，巅峰，进士境巅峰！他竟然临阵突破到了进士境巅峰，居然给尸魂赋予神魂！他今年才多大呀？
陈师兄，多谢你们15位送来的灵力大礼包，还有，下次吟诗的时候，记得多读点书，胖又胖，大又大什么的，真的很影响你们儒圣的逼格。洋洋洒洒写了5卷，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。吟诵时要把念得有气势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啊！还是这套，说白了就是史料抑扬顿挫，运关拉得越长，才根显化就越壮观。那为什么陈飞背了10年古诗，他那首四象融合歌只有声势，却连一缕真正的文气都凝不成实体，打出来就是个四不像的拼接怪。已足够单体巨蟹，已足够横扫同界，但这有一道看不见的天花板。死物终究是死物，斩完即散。物象之上，即为风骨。召唤诗中的人，魂与意志。关键是要真正读懂那个人。忠义无双，温酒斩华雄，败走麦城，宁死不降。千里走单膝，败走麦城，宁死不降。失败了。年轻人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见事竟出气，竟无一丝察觉。前辈，你就是那个一挑十把陈飞他们当猪仔的楚渊，想吟人诗？是，但失败了。诗中死物毕竟是死物，吟物象诗吟的是形，吟人魂诗吟的却是那个人不屈的意志。你说你想吟关羽，那我问你，他为何不降？忠义，忠义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再想，因为他认定了刘备，认定了这条路，就再也不可能回头。不是不能降，是他这个人根本不允许自己这么做。那你呢？你吟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升京，为了吸财气，还没想清楚。那就回去想吧。没有你自己的执念，你吟出来的关羽，永远只是一具穿着绿袍金甲的空壳。执念。楚渊，滚出来受死！内门首席大弟子楚狂人，他出关了。楚师兄出关了，太好了！终于能治一治楚渊这疯子。楚师兄闭关3年，据说已摸到翰林境门槛，他的金刚腹更是进士级。一早被这咆哮震醒，一个靠着银棘手歪石取胜的废物，也配在内门横行？你那些小道莫术，也就唬唬进士境以下的井底之蛙。今日，本首席来亲自会会你。金刚身如铁，双拳大如锅，一拳砸下去，地上一个坑。进士境巅峰确实难缠，但这腹偏重体型。本首席的金刚腹是上古战尸，你这土包子也配品评？行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废话少说，赶紧的，打完收工。狂妄！
魔宗打过来了！青云宗的杂碎们，今日本座便灭了你们满门，祭炼我的万血诗卷。是天魔，翰林镜邪魔！除了李天仇，血魔宗居然还有3名先锋！完了，青云宗要灭了。这群王八蛋！你把我的经验包当什么了？没有你自己的执念，这座官院只是一具空壳，永远是一具空壳。我懂了，保护我想保护的东西，这就是我的执念。既然要赢，就赢一个让你连还手都不配的人。不可能！他什么时候？因为他认定是，就是他的命。长髯飘忽，青龙在手，丹凤眼开，禅尽不沉。这小子在破镜，快斩了他！今天就让你们这群邪修见识见识我华夏的武圣落笔还云长。我的万血诗卷在颤抖。插标卖首之徒，也敢在关某面前放肆！青龙偃月，一刀居然秒杀了大学士巅峰！风国境中期，后期翰林镜。大长老没事了，承认他突破了翰林镜。此次他破镜了，已是翰林镜，一刀斩尽万邪，引有忠义无双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圣关云长。你到底吟的是哪朝的古诗？不是这个世界的。哼，经验包都快被打没了。风骨境之上才能触摸到半圣境的神话巨献吗？内门接下来会有更高质量的经验包吧？诸位可知那血魔宗一战死了多少邪修？103！不止如此，连其宗主厉天也被当场斩杀。楚渊，奉大前天智宗门祖训，
即日起，册封楚渊为青云宗唯一圣子，圣子之位高于长老，与宗主同尊。宗门资源尽可调用，此诏即日生效，永不更易。圣子万岁！圣子万岁！圣子，皇都送来请帖，邀请参加宗门大比。此番大比前10可进文渊阁参悟上古时刻。这世纪在异动，皇宫深处有同源力量。好，这请帖我接了，明早出发去皇都。青云宗的乡巴佬，这片航道我们玉龙宗征用了。完了，竟然还没到皇都就遇到敖天10息之内滚下去，否则我让你们在这航线上喂我的龙。看你这财气稀稀拉拉的，宗门没人了，派个杂役带队？找死！蛟龙出深渊，大口吃活人。翻江又倒海，无人能挡。蛟龙狂怒震八方，青云小鬼化灰阳。去化灰阳，更是将杀意凝成实质，绝了！鲁班门前弄大斧，什么鲁班？听不懂就算了。总之，你在我面前玩这个，纯属找虐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。此臣所以报先帝、天地，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孔明先生，对面那条蛟龙，您看应当如何破？此龙行进路线已在谋算中。第3次观象时，左卫财气最薄。这不可能！我的蛟龙是翰林境才气，你那个儒生什么都没做。他做了，3招之前就做完了，你只是没看见。你巨献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运筹帷幄，方为正道。下次吟诗先把结构算清楚。还有，这片航线青云宗征用了。规则有变，千名天骄同时上台大乱斗，最后留在台上的10人即为前10。大家联手，先把青云宗那个楚元除掉。他再强，也不可能同时对付1000人。等他一死，剩下的名额大家再说。太慢了，我赶时间，所以别结盟了，也别互相试探。你们1000人，一起上吧。这么多举目，行了，说正事。既然是受潮，那就用尸海来对付。五啸山林镇四方，出！横马踏地万古雄，出！苍鹰惊天9万里，出！该死！大家别藏私了，用人魂！杀气冲天龙，黄血染天红，百宗合一将，凶名震古今。百宗凶将，谢！毕竟半圣等阶的和师，楚元才翰林境绝对扛不住。终于来点正餐了。喜欢玩和师军阵，不过这首诗为了杀而杀，具现出来的定究只是凶将。废话，凶将不好吗？去砸碎他！那不是凶将，那是军魂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还望眼，仰天长啸，
壮怀激烈。30光明沉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怎么可能？给我顶住！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再重新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，月无月。不，我的胸将不可能这么弱，8个翰林镜合力，怎么可能被一首诗直接破？不是你们的凶将弱，是因为你们信奉的是杀戮，而我家岳将军信奉的是精忠报国。意志的高度，从来不是才气能弥补的。翰林镜，中起！本届帝国大比天骄台乱道第1，青云宗出院。陛下，此子朕知道，此子断不可留。不对劲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文渊阁，这气息是邪道魔院。楚渊，你发现的太晚了。大前皇帝为了换取长生秘法，早在300年前就将这里献给了9幽之外的暗影魔院。帝国大比天骄，不过是用来浇灌传送阵眼的祭品。今天，你这个百宗第1天骄，就是迎接我族魔神降临的最完美燃料。魔渊年轻第1人叶无寒，见过大前的第1天骄，给你个机会，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靴子。哼，我考虑收你做一条狗。我有洁癖，不过我可以考虑把你的靴子塞进你的嘴里。找死！九头蛟出渊，血染3000里。你不是说我们这里没有神话吗？废话，你们断层之地哪来的神话传承？那今天就让小爷来告诉你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华夏神话。身披混天绫，脚踏风火轮，乾坤圈定9天，火尖枪破万邪，莲花化身3太子，降妖伏魔显神通，握笔3坛海会大神哪吒。什么？一个笨蛋孩子！哪里来的9头泥鳅，也敢在本太子面前嚣张？我的魔教那是半圣才具现的，你的翰林镜是怎么？因为我的信念比你的邪道更高。一个混沌邪气凝聚的伪神，遇见真正的华夏神话，被碾压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大计心思本体，救我！才情不够了，玩脱了吗？玩脱了。翻过春秋汉唐，最终停在了那个曾经砸碎天庭、逼得玉帝战栗的存在。金猴奋起千钧棒，
玉宇青青万里来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愿妖物又重来。落笔，孙悟空。俺老孙来！巫师本体被打退了，怎么可能？大祭司本体被一棒打退了，就这点能耐，也值得俺老孙出手？翰林境后期，那两个巨显的神明到底是谁？一个是闹过天宫的，另一个闹得更凶的。配合调查，把幕后的大前皇帝招了。事情闹大了，对你们魔渊也没好处。陛下，300年前和魔渊签的那个盟约，今天作废了。你一个文修如何？因为我的诗里有那个连天庭都不放在眼里的猴子。陛下若想试试，尽管开口。天下文修史志，华夏5000年，诗卷无尽，神话不灭。